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讲个丈母娘和准女婿的案件。有些人表示，这个案件直接让人想到某些日本电影中不可描述的情节。更加狗血的是，在案发4年之后，谁也想不到案件真相居然会以这样的方式被找到。故事还得从一个名为陈海燕的中国女子说起。通过媒人的介绍，她和一个男人订下了婚约。婚后不久，两人生下了女儿陈静。当然，这个陈静不是香港娱乐圈的陈静。陈海燕本以为只要两人肯努力，迟早开上法拉利。可让她没想到的是，丈夫居然背着她在外面金屋藏娇。1985年10月，陈海燕就提起了离婚诉讼，并获得了3岁女儿陈静的抚养权。从此，陈海燕就成为了一个单身母亲，与女儿相依为命。身边人一直劝她，趁着女儿还小，也趁着自己年纪还不是很大，赶紧重新找个男人。可不管周围人怎么劝，陈海燕始终没有再婚。其实，作为一个结过婚的女人，她又何尝不知道自己的需求呢？像每一次家里有些电器坏了，自己都不会修。可每想到前夫和小三那可恶的嘴脸，陈海燕对再婚的希望就被打了个折扣。她觉得，与其花费精力去找第二个男人，还不如多花点时间照顾女儿。而在陈海燕无微不至的照顾下，女儿陈静就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孩，但是女大18变。这一变可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变化，考虑到女儿青春期荷尔蒙的影响，又可能是自己失败的婚姻，陈海燕总会旁敲侧击询问女儿和男同学之间的相处。她经常告诉女儿，不要随便相信别人说的话，尤其是男人的话。什么海枯石烂、天涯海角、比翼双飞，那些东西都是骗你们小女孩的把戏。2000年，陈静高考后顺利被北京某大学的英语系录取，这件事情让陈海燕高兴了很久。她觉得自己的腰杆更直了，多年的努力总算把女儿送上了一个人生的新台阶，只需要再努力个2-3年，自己就完成了人生一半的任务。在进入大学前的暑假，陈静就独自报了旅行团去旅游，期间有个帅小伙主动帮她搬的行李。一番接触后，陈静了解到这个男孩名字叫做严卓，当时刚刚满20岁。严卓称自己在中关村一家电脑公司担任经理，这一次出来旅游也是想放松一下。一路上两个人的交流几乎没有停过，尤其是严卓那双能说会道的嘴巴，连旁边的阿姨都被他深深吸引。周围人一直以为他们2个人是情侣，以至于严卓很害羞。而在周围大妈的怂恿和鼓励下，严卓就展开了强烈的爱情攻势。那一晚，严卓就把陈静从酒店里约了出来，2个人一起走在北戴河海滩上。一路上，严卓的手总是充满犹豫，他的手背紧紧挨着陈静的手背，虽然一直都有接触，但严卓就是不敢握住。快走到尽头时，严卓来了个深呼吸，他直接握住了陈静的手，而那一瞬间，陈静有种360度全方位触电的感觉。没错，这就是自带电流的爱情，一次牵手就可以让你全身酥麻。接着，严卓站在沙滩中间，指着天上的星星大声说道：陈静，我要爱你10000年。得到陈静的认可后，2个人随即走到了一起。那一晚，陈静的单人房变成了双人房，柔软的床垫也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年轻人的激情。陈静女儿回到家之后，并没有主动向母亲说起自己已经恋爱的事情。可是作为过来人的陈海燕，眼睛一扫就知道女儿发生了什么事。陈静本以为母亲会让她找个时间把男朋友带回家里一起吃顿饭，不料母亲的反应完全出乎了她的意料。坐在床边，陈海燕一脸严肃地问道：小静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和这个男孩有没有发生关系？陈海燕很害怕，因为女儿才刚刚高中毕业，对男女之事根本就没有清晰的概念，再加上眼看着就要去读大学了，要是突然间怀孕了，她可真不知道要怎么收场了。陈海燕不断追问女儿：你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吗？你知道他的底细吗？这年头坏人很多，我告诉你，等一下你被人骗了你都不知道。
第一次谈恋爱，还没尝到甜甜的果实，母亲的人生哲理大棒就挥了过来。陈静是越想越生气，他直接怼了母亲一句：袁哲又不是老爸那种男人。一听到老爸这两个字，陈卓喋喋不休的嘴巴立即就停了下来。女儿这句话直接让他再次想起出轨的噩梦。沉默了一会儿之后，陈海燕就改变了语气，但是对于渴望爱情的女儿来说，她完全就听不进这些话。最后直接和母亲吵了起来，僵持不下之际，陈静干脆直接住到了学校。两个人第一次因为外人冷战了好几天。看到女儿如此固执，陈海燕是忍不住感叹，真是女大不中留啊。几天之后，陈海燕就主动做出了让步，饭桌之上她就说道：什么时候把你那位白马王子带回家让妈妈瞧瞧啊？我倒是想看看是哪位帅小伙能够让我们家宝贝一见钟情。听到妈妈这话，陈静心里乐开了花。吃完饭，嘴还没来得及擦，他就打电话给严卓，让他今晚过来吃饭。在陈静的带领下，严卓很快就来到了女友住所。一打开门看到严卓，陈海燕就深深被这孩子吸引了。看了女儿的眼光确实不错，找了个这么阳光帅气的一个小伙子。进屋后，陈海燕热情地招呼了这位未来女婿。陈海燕的端庄大气也给严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饭桌上，在说了一番客套话之后，陈海燕就开始侧面打听严卓的身份背景。严卓说自己也是北京本地人，但是因为家境原因，读完高中之后就直接上了社会大学。目前呢正在创业，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电脑维修公司。他还聊了自己以后的事业计划。那虽然陈海燕嫌弃的态度没有表现在明面上，但是混过几年社会的严卓还是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他表示自己下班后呢也在进修，把生意做稳定之后，自己就会重新回到校园。毕竟这个年代有个像样的学历还是非常重要的。虽然总觉得这顿饭吃得有点不自在，但是与未来丈母娘的交流还是在有惊无险中平安度过了。陈静以为母亲已经接受了严卓，可天真的她根本就不知道，母亲转头就去了严卓家附近打听情况。在和严卓邻居交谈中，陈海燕就了解到，严卓根本就不是什么电脑公司的经理，只是在朋友电脑维修店里的一个打工仔。年近花甲的父母还为他四处打工。陈海燕的心里觉得拔凉拔凉的，如果女儿真的嫁给了这样的男人，那以后的日子得怎么办？可没怎么接触社会的陈静认为，自己需要的是一个爱我的男人，而不是只爱钱的伴侣。她直接就向母亲表示，我就是要严卓。看到女儿如此倔强，陈海燕只能从严卓身上下手，希望他能够主动放手。那岂料这小伙比女儿还坚决。而更让陈海燕没有想到的是，在后来一段时间，严卓趁着自己外出上班时，隔三差五就来到自己家，和女儿一起在床上玩耍。而就这样，在母亲的反对中，陈静和严卓还是继续走了下去。为了能够改变陈海燕的看法，每次遇到一些节日时，严卓都会送些礼物上门，平时呢也会主动处理一些琐碎事务，例如帮忙维修女友家里出现故障的电器等等。严卓这小伙子越是积极，他就越让陈海燕纠结。2001年春节后，陈海燕就跟朋友诉说了自己的烦恼。朋友表示，人家现在是穷了点，但是只要对你女儿好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你想想，你前夫的家庭条件虽然不错，但是他在外面却是沾花惹草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找男人呢，要先看他对你是不是真心。他不是真心的，他再有钱也是白搭。听到这话，陈海燕立马回答说，那我怎么知道他对我女儿到底是不是真心的？他现在不但得到了小静的人，还锁住了小静的心。到时候他移情别恋之后，剩下我女儿一个人困在里面，那我女儿岂不是很惨？看到陈海燕如此忧心忡忡，朋友就建议他找一个女孩试一下严卓。这个办法虽然是不错，但要找谁去试严卓呢？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，陈海燕就物色了好几个目标，但都被拒绝了。直到后来某一天，她看着全身镜试衣服时，突然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，那就是自己。虽然已经上了年纪，但是所幸平时有注意饮食和有运动，自己的身材回头率还是很高的，既有少女的脸型，又有少妇的风韵，女人看得流泪，男人看得犯罪。用自己这副曼妙之躯考验严卓，他是否真心，一试便知。春节过后，陈静就发现母亲对男友严卓的态度发生了360度的翻转。以前看到自己和他待在一起，直接就是怒发冲冠，
现在却直接给了他亲儿子般的待遇。不过陈静也没太在意，他觉得母亲应该是真的接纳了男友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母亲在进行着一个惊人的计划。母亲突然会对严卓这么热情，可不仅仅是他想通了这么简单。2002年8月的一个周末，陈静和同学相约到天津游玩，整个周末都不会回来。周五下班之后，严卓习惯性的来到女友家蹭饭。虽然严卓非常了解女友母亲的手艺，但是看到满桌子的菜，他还是有点吃惊。难不成女友临时改变了计划，要带同学回来聚餐吗？而更让严卓摸不着头脑的是，桌子上还摆着大半瓶的五粮液这种烈性白酒。严卓脑海里闪现过无数个问号，站在女友母亲身后，看着她今天格外诱人的衣服还有妆容，他想到的答案只有一个：女友母亲大概率是找了个新对象，趁着女儿不在家，想让作为男人的自己给把把关。可奇怪的是，等了好久，房屋里还是只有自己和女友母亲两人。来到严卓面前，陈海燕就指着桌上的五粮液，带着笑容说道：这瓶酒呢是单位聚餐时剩下的，那我想着开了的酒不能留太久，所以就想着和你今天把它喝掉。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确实让严卓有点不自然，特别是陈海燕今天的衣服，那种似露非露的朦胧感，确实让他的眼光无处安放。虽然他总是躲避，可总是难免会扫到那股春光。也许陈海燕也感觉到了严卓很不好意思，所以便主动开口聊天，缓解尴尬。在喝下一杯又一杯的五粮液之后，陈海燕开始诉说自己这么多年来的经历，包括自己前夫的故事，这么多年来自己和女儿又是怎么过来的，甚至还说了一些很开放的话题。陈海燕说，其实不但男人是下半身动物，其实女人也是，尤其是她这个年纪，有时候吃不饱的感觉很让人烦。听到这些话，因为酒精作用，原本就有些脸红的严卓，这一下就更加脸红了。说着说着，女友母亲就直接起身坐到了严卓旁边。桌上的菜还没怎么动，酒呢就已经被两人喝完了。说到动情处，陈海燕直接靠在严卓肩膀上，这可把严卓吓了一跳。哎呀，阿姨，我看你是喝多了。严卓本想打电话给女友，但是女友此时远在天津。而作为同样吃过很多苦头的人，严卓深知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，他只能让女友母亲靠在肩膀上，让她把情绪发泄完。可五粮液的作用哪有这么简单？被酒精灼烧的感觉让女友母亲脱去了外面的薄纱上衣，而顷刻之间，女友母亲曼妙的身材在一件低胸背心的衬托之下就变得更加迷人了。而更要命的是，陈海燕还轻轻把嘴巴贴到严卓耳旁。你觉得阿姨漂亮吗？被这么一问，严卓浑身起了个哆嗦。哎呀，阿姨，我看你是喝多了，我去厨房给你冲杯茶醒醒酒吧。可严卓刚起身，陈海燕就马上从后面抱住了他。这种感觉严卓从来没有体验过。而在8叶酷暑和烈性酒精的作用下，严卓还是放弃了抵抗。迟疑几秒之后，他就转过身来，紧紧抱住了女儿母亲，然后把她抱回卧室，接着展开了一场翻云覆雨的缠绵。第二天早晨，严卓醒来后发现自己头很疼，更要命的是，此时的他全身居然一丝不挂。看着躺在自己旁边的女友母亲，他更是激动地坐了起来。喝酒误事，严卓猛然就想起了昨天发生的事情，他一把推开了女友母亲。虽然女友母亲此刻依旧是那么艳丽动人，但此刻的她对于严卓来说就如同猎物遇到了虎狼，只能先跑。回在路上，严卓心里翻江倒海，这可是女友的母亲啊，我怎么可以对她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这要是被陈静知道了，那她岂不得把我给千刀万剐？然而鬼使神差的是，当天晚饭时，严卓居然又来到了女友家中蹭饭。当开门看到站在门口的严卓，陈海燕在心里笑了一下。果然，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，吃了一顿还想吃。看到女友母亲依旧单薄的衣服，严卓有点后悔，自己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。饭桌之上，严卓一时低着头，全程几乎没有怎么看过陈海燕。可陈海燕的反应却完全不同，她不但当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还主动为严卓夹菜，对他嘘寒问暖。吃过晚饭后，两个人聊起了天，最后是严卓主动帮陈海燕洗了碗。而在客厅休息了一会儿之后，陈海燕就先洗了澡，
从浴室出来之后，陈海燕穿着非常单薄，上半身只裹了一件紫色薄纱，然后熟悉的情节在两个人之间再次上演。从天津游玩的陈静回到家之后，就发现男友突然有点反常。以前一打电话约他，男友就会马上屁颠屁颠的跑出来见面，而这几天打了7、8个电话，男友却一直说自己很忙。就在女儿疑心重重之际，陈海燕直接给他浇了一把火。在母亲的煽风点火之下，陈静就怀疑男友对她是不是变心了。正如俗话说的，如果一个男人不接你1个电话，那说明他可能在忙；如果他不接你2个电话，就说明他在生你的气；而3个电话以上则表明你和他的关系已经出现了危机。陈海燕说道：“妈妈明天就去找他理论。”陈静本以为母亲说的是安慰话，不料母亲隔天真的去找了男友。陈海燕表示，1瓶酒就能够把你下半身裤子给脱了，我女儿要是托付给你这种人，那她以后得怎么办？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如果你和我女儿分手，那我就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。听到陈海燕后面这句话，严卓恍然大悟，自己就是掉进了这个女人的陷阱。此时的严卓有种哑巴吃黄连，有苦难言的感觉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女友的母亲居然会用身体诱惑自己，以此拆散和他女儿。不得不说，这女人要是狠起来，真的是没男人什么事。在谈了2年恋爱后的2002年11月，陈静就主动向严卓提出了分手。分手那天，严卓一直不敢正视陈静，从头到尾要么一直低着头，要么看向其他地方。陈静觉得严卓很反常，这不太像是以前自己认识的严卓。他不停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严卓心里的话几次到了喉咙，可肉被咽了回去，因为这种事情他根本就说不出口。后来在母亲的介绍下，陈静就认识了一个北京公务员，而为了报复严卓，陈静很快与新男友确定了恋爱关系。可此时的严卓根本就不知道陈静已经有了新男友。他觉得大家都需要一段时间去冷静，等过了这段时间，自己再去找女友母亲求情，而这才是对所有人伤害最小的办法。2002年12月的一天，严卓趁着女友不在家中，就来到了女友住所，准备找女友母亲谈判。虽然严卓和女儿已经分手，但是出于礼貌，陈海燕还是做了一桌子好菜招待他，甚至还专门买了1瓶高度数的白酒。看着低头丧气的严卓，陈海燕用带有安抚和威胁的语气说道：“别怪阿姨对你这么狠，阿姨这么做都是为了小静，你要是真的爱她，你就更应该知道要放手。只要你离开我女儿，我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”而被陈海燕这么一说，严卓直接就扑通跪在了他眼前。俗话说得好，男儿膝下有黄金。严卓这么一跪，还是让陈海燕心头触动了一下。当年丈夫要是有严卓1半的痴心，自己又怎么会忍受这么久的空房？看着声泪俱下的严卓，陈海燕动情地说道：“你是我生命中第2个男人，我不会对你太绝情的。你今后有什么难事，只要我能帮得到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”而在酒精的作用下，2个人又发生了关系。这种久旱逢甘露的感觉，陈海燕已经等了很久。几个小时后，半睡半醒的严卓听到了快门声，醒来之后发现女儿母亲居然在取胶卷。陈海燕就走到严卓身旁说道：“我已经拍下了我们2个人的照片，如果你再敢纠缠我女儿，我就去报警说你强奸我，看到时候警察和小静到底是愿意相信你，还是愿意相信我。”被吓了一大跳的严卓立马就穿上了裤子，落荒而逃。这女人真是疯了。2003年2月20号这天，喝得醉醺醺的严卓来到了女友住所，点名要求和陈静见面。可他还没看到人，就直接被陈海燕赶了出来。看到眼前这个得意洋洋的女人，严卓软磨硬泡，希望她交出底片。可陈海燕一口就拒绝了，况且她只是拍了严卓的裸照，根本就没把自己也拍进去。而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交出底片，那她自己就真的没有任何筹码了。2个人直接吵了起来。严卓说陈海燕这个人非常的放荡，而陈海燕则说严卓不洁身自好。在言语的刺激之下，严卓就掐住了陈海燕的脖子，将她推到了卧室的床上，还直接拿起旁边的枕头捂住了她。
几分钟之后，陈海燕刚才还在挣扎的四肢逐渐没有了动静，而直到这时，严卓才发现自己错手杀了人。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。冷静之后，他就从厨房里找了一把菜刀，将陈海燕分割成6大块，分别装到了不同的大袋子里，准备将尸块抛到其他地方。而在离开之前，他还翻出了陈海燕的身份证还有存折等证件，伪造出他要出远门的假象。几天后，陈静就发现一直没有办法联系上母亲，他四处打听也没有找到人，看到母亲身份证存折都不在家中，他一直以为母亲是单纯的离家出走，可他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会突然离家出走，因为自己明明已经和严卓分手了。2003年3月，在苦等10几天依旧没有母亲消息之后，陈静就选择了报警求助。可是由于他没有办法提供线索，导致警方的调查有种大海捞针的感觉。后来陈静就把自己与母亲同住的房子租了出去，出租前还找人把房子重新粉刷了一遍。而当时工人就发现在墙壁上有几个紫黑色的斑点，但是大家都没有注意，毕竟谁会想到这里发生过一起命案呢？而另外一边，严卓作案之后就马上躲了起来，看到陈海燕的存款，他纠结了好久，但最终还是花掉了这些钱。而至于严卓为什么能够成功取出这笔钱还没有被抓到，小文我具体也不是很清楚。那也许陈海燕和他之间有过某种承诺吧。可是这些钱呢，并没有给严卓带来安全感，反而加重了愧疚感。22岁的严卓已经再也没有了昨日的阳光还有笑容，他经常借酒消愁。有一次和朋友喝酒时，他告诉朋友说自己把准岳母给杀了，而且尸体就埋在北京永定河。由于当时严卓喝得酩酊大醉，所以他的朋友自然就没有当真。而第二天酒醒后的严卓也不记得自己说的这些事情，然后这一晃就过了4年的时间。而这4年时间里，警方一直找不到凶手。然而天意弄人，严卓这位朋友后来因为盗窃罪被捕入狱。2007年6月4号，正当警方准备给他量刑时，他向警方举报了这件事情，希望能够通过立功减轻自己的刑罚。警方核对了一下，发现还确实有这么一件事。他们辗转几番之后就找到了严卓，而当第一眼看到严卓时，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个只有20多岁的小伙。2008年12月23号，严卓杀人罪名成立，被判处死刑，缓刑2年。而当从严卓口中得知全部真相之后，陈静直接哭晕过去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母亲为了自己的幸福，竟然把自己给送进了地狱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不要用钱是女人，更不要用女人是男人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讲一期美国版的毒可乐事件。虽然都是毒可乐，但它和日本的毒可乐事件却有很大的不同。破案过程非常精彩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，在郊外建上一栋别墅，然后与家人住在一起，有空时开车带着家人到处逛逛，享受着生活的快乐，这大概是标配版的人生了。41岁的佩吉就是如此，她带着和前夫的3个孩子，与同样带着2个孩子的男友卡尔一起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阿尔图拉斯小镇。这座乡村小镇虽然没有大城市的繁华，却有田园般的惬意。由于小镇上工作岗位很少，所以佩吉选择在一家餐厅当服务员。相比较于其他服务员，佩吉开朗的性格和热情的态度总能吸引很多顾客。像到年过花甲的老奶奶，下到几岁的小孩子，佩吉总能让他们频频光顾餐厅的生意。1988年10月23日那天，像往常一样，佩吉早早来到店里上班。可到了中午时，佩吉发现自己身体突然开始出现不适，她感觉双腿似乎有点不受控制，腹部更是隐隐作痛，整个人觉得头晕恶心。随着扑通一声，佩吉突然倒在了顾客面前。餐厅里的顾客见状后，马上把她送到了医院。医生检查了佩吉的身体，却没查出明显异常。几个小时后，佩吉身体似乎稍微有好转，接着便离开医院回到了家中。可到了晚上，
佩吉发现自己身体再次出现严重不适，甚至还开始脱发。回到家后的大女儿看到脸色苍白的母亲躺在病床上，女儿非常着急。她致电给继父的姐姐，让她来家中帮忙检查下母亲的身体。在经过初步的观察和了解后，继父的姐姐表示，为了安全考虑，还是得把佩吉送回医院，彻彻底底做一次全身检查为好。可卡尔表示，这怎么无缘无故就不舒服了呢？这估计就是普通的感冒。卡尔一边喝着伏特加一边说道。看到弟弟没有半点紧张模样，姐姐马上反驳说，你怎么当丈夫的？这个时候还喝酒？听我的，赶快把你老婆送回医院。就这样，在当天半夜，佩吉又被送回了医院。看到佩吉病情加重的情况，小镇医院的医生觉得不对劲，他把佩吉的血液样本送到亚特兰大检查。佩吉告诉医生，自己感觉全身无力，有种火烧的感觉，头发也越掉越多。针对病人的症状，医生翻了翻资料，推测这可能是中毒的症状。联想到小镇上种有许多柑橘，又恰逢是柑橘成熟的时间点，所以会不会是因为佩吉误吃了打过农药的柑橘呢？可佩吉表示自己最近一直没有吃农场的水果。更奇怪的是，全家5口人，只有佩吉出现严重的身体不适。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？无奈的医生觉得，还是先等亚特兰大的化验结果吧，摸清病因才能准确对症下药。可就在医生等待化验结果时，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。在佩吉住院几天后，佩吉2个健壮的儿子也出现了身体不适，他们的症状和母亲极为相似，甚至也出现了掉发的情况。难道说这是一种传染病吗？从餐厅的某位顾客开始，然后传到作为服务员的佩吉身上，佩吉回家后再传给2个儿子。可小镇上最近也没来什么外地人，农场家畜什么的也没发生异常。正当医生万分苦恼时，亚特兰大的血检报告传了回来，佩吉血液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铊，是人体正常承受值的1万倍，说白了就是铊中毒。那什么是铊中毒呢？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，重金属铊是一种工业原料，常用于杀虫剂和脱发剂的生产等等。大多数时候，这种金属会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，而且大部分都是无色无味。如果不小心误食，会严重损害人体的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，轻则断发小恶心，重则去找耶稣喝茶。在经过初步排毒治疗后，佩吉夫妇2个儿子的症状都得到了缓解，唯独佩吉病情越来越重。所以问题来了，这家人怎么无缘无故就铊中毒了呢？要知道，早在案发10几年前，美国当局就明文禁止在农药上使用铊，对化工领域的使用也是做了严格限制。根据犯罪学第1法则，凶手往往是枕边人，可凶手似乎不太可能是丈夫卡尔，因为卡尔的亲生儿子也中毒了。可另外一方面，警方却有点纠结，因为卡尔此前为佩吉和2个孩子购买了保险，每份保单的价值在6万到8万美元之间，这在1988年来说不算是小数目。更何况卡尔是在附近的磷矿场工作，姐姐又是名护士，作案条件上似乎更有可能性。2人从相识到同居仅仅只有6个多月。案发前几天，卡尔还以加班为由偷偷和另外一个女人幽会，2人因为这件事情吵了一架，分居好几天后，佩吉才搬回小镇。更加巧合的是，佩吉身体出现不适那天，丈夫卡尔刚好在外面打猎，这么一看，丈夫又好像很有嫌疑。为了确定嫌疑人的身份，警方让医院化验了佩吉全家5口人的尿液。这里要说明一下，案发时佩吉的大儿子正在服役，女儿杰琳娜已经嫁了出去，平时很少回来。整个家庭只有母亲佩吉、继父卡尔以及2个儿子1个女儿。化验结果显示，除了18岁的小女儿唐米，全家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铊中毒，只不过最严重的是佩吉，已经到了危及生命的程度。如此说来，丈夫似乎不太可能是投毒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体内也有铊，反倒是平安无事的唐米引起了探员注意。可唐米和家人之间根本就没什么深仇大恨，最多只是和家里的兄弟姐妹偶尔吵了几次架。警方检验了住所内外的水井和土壤，但都没有发现她的残留物。一个年仅18岁的乡下女孩，不太可能有如此精准控制毒物剂量和完美抹除作案痕迹的能力。那这就奇怪了，平白无故一家人怎么就会铊中毒呢？探员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但有一点探员是深信不疑的，那就是犯罪学上的物质交换定律。凡物体与物体之间发生接触后，
一定会存在物质的转移。放到这起案件中亦是如此，无论它含量有多低，房间内外一定存在它的残留痕迹。为了找出毒物来源，在工作人员搜索佩吉住所后，小镇警长又亲自来到住所，他仔仔细细从里到外观察了一番，一一比对了检测样本的来源地。突然之间，他发现一张凳子旁边摆着3瓶可乐，包装里还有5个装可乐的空位。佩吉一家刚好有5个人体内还有重金属铊，怎么这么巧呢？怎么刚好是数字5呢？想到这里，警长立即打电话给化验员，对方表示他们只检查了已开封的食物，地上那几瓶可乐由于没有开封，所以没带走化验。敏感的警长立马将这几瓶可乐带回局里鉴定，结果还真的有了新发现。局里的实验员仔细观察了这几瓶可乐，发现瓶盖上有被人拧开后重新安装的痕迹。这种专业的手法对于小镇上的普通居民来说是很难做到的。经过检测，这3瓶可乐中每瓶都含有大量的重金属铊。佩吉的女儿唐米能躲过一劫，恰恰是因为她当时正在减肥，晚餐时没喝这些可乐。收到警方消息后，可口可乐公司立马检查了生产线以及部分已出厂销售的可乐，不过并没有发现重金属铊，这说明这不是公共投毒事件，而是有人针对佩吉一家的犯罪。丈夫卡尔和小女儿唐米嫌疑已经暂时被排除，那这个人又会是谁呢？探员猜测投毒的人很可能是佩吉一家的熟人，或者说是曾到过佩吉一家住所的人，知道他们有喝可乐的习惯。来到佩吉住所，探员让他们每个人仔细回想最近有没有和别人发生过矛盾。被探员这么一说，继父卡尔想起了此前一封恐吓信，当时在轿车引擎盖上发现他的信件，正文只有短短几行：你和你的家人必须在2星期内搬出佛罗里达，否则你们都会死亡。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卡尔表示自己看到这封信件时并没有太在意，以为这只是一起恶作剧。妻子看过信件后，直接把它放在厨房的抽屉里。出于谨慎起见，实验员仔细检查了这份信件，可结果显示上面并没有他言。由于正文字体和信件纸张都是很常见的类型，所以这封信件并没带来有用的线索。可随后佩吉2个儿子说的话却引起了探员的注意。他们说，之前在院子里放音乐时，邻居乔治叔叔和戴安娜阿姨很生气，但被他们骂了几次后，自己便没有在后院放音乐。另外一边，卡尔的前妻告诉探员，在自己和卡尔离婚前，在案发住所里住了好多年，期间还养了2条狗。可后来他们都突然死去，甚至同样出现过大面积掉毛的事情。他怀疑是邻居乔治毒死了他们，因为此前无意中看到乔治握着棍子赶狗，但碍于没有证据，这件事便不了了之。回到局里，探员调取了乔治的社会资料。案发时和妻子戴安娜一起住在小镇上，平时很少和邻居打交道。除此之外，探员发现乔治此前曾在化学实验室工作，是一名实验员。在1975年时，因为非法生产违禁药物被警方逮捕。看着乔治的档案资料，探员感觉到真相似乎就在眼前，可当务之急还是要找到证据。没有证据，一切的怀疑都是白搭。探员来到乔治住所，对他进行了例行询问，例如你觉得佩吉一家人如何？当探员说出这个问题后，乔治有点生气。他说佩吉一家的小孩很让人讨厌，前段时间经常放音乐吵人。交谈中，探员试探性问了乔治是否了解过重金属铊。乔治回答说自己在一本小说里读过，这本小说里面的内容还有如何用它谋害别人性命的情节。接着探员假装无意吐槽了一句，这平白无故的怎么就有人想要下毒呢？不料乔治回答说应该是有人故意恐吓他们，想让他们搬走。从乔治家里出来后，探员心中隐隐约约有了答案，因为当时小镇只有1000多人，算上有能力有动机有条件下毒的人总共才那么几个，而乔治的嫌疑就排在第1个。那怎么找出乔治作案的证据呢？要知道乔治是门萨俱乐部的成员，据说智商在150左右，这样的人作案后肯定会把自己的犯罪痕迹藏得很深，所以不出意外，即使警方连续多日监控乔治，每天偷翻他家的垃圾，但都没找到有用的线索。就这样过去了6个月的时间，警方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。也就是在这短短6个月时间，佩吉升到了天堂。案发第2年后的1989年4月，警方无意间获悉乔治夫妇将在当地举办一场门萨谋杀周末的晚宴。
它有点像我们所说的剧本杀，一群人聚在一起，各自扮演不尽相同的角色，寻找和推理剧本的真相。乔治之所以会举行这个活动，是因为他们是门萨国际组织的会员，这个组织自称旗下的会员都是高智商人才，所以会经常举办各种宣传活动。活动那天，警方就派了女警苏珊作为卧底加入晚宴，以刚离婚的少妇身份接近乔治。面对如此空虚寂寞冷的苏珊，乔治非常热情。交谈中，乔治告诉苏珊，由于妻子想在其他城市扩展美容业务，所以自己估计很快会卖掉房子搬离小镇。听到这话，苏珊立马说道，我最近刚好也在找房子，因为法院把房子判给了我前夫。进入乔治住所后，苏珊本想趁机找到乔治投毒的证据，可最终却是一无所获。就这样，时间又过去了6个多月。在警方准备撤回卧底计划时，乔治告诉苏珊自己已经搬到了其他城市，如果你有想法可以找中介看一下。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苏珊以最快的速度支付了租金，然后带着小镇探员直奔那里。在乔治家中，探员找到了一个小药瓶，里面装着和佩吉家中可乐相同的硝酸铊。凭借这项证据，探员搜查了乔治的新住所，在里面找到了一套五金工具，对比后发现它正是用来撬开可乐瓶盖的作案工具。案发2年后，1990年4月，警方以涉嫌投毒谋杀的罪名逮捕了乔治夫妇。对于警方的指控，乔治的妻子戴安娜坚决否认，说是其他人偷偷把毒物放在他们家中陷害他们。乔治亦是如此，他坚称自己是无辜的。为了成功起诉乔治，警方罗列很多间接证据。其一，乔治新住所中的珠宝工具，它们的尺寸大小和有毒可乐的瓶口痕迹完全吻合。其二，就是前面探员在乔治原住所中发现的他盐，以及原住所乔治的各种化学实验工具。其三，则是乔治亲自主持的晚宴剧情，里面的剧情和佩吉一家人遇到的事情，两者是惊人的相似。其次，与佩吉一家人直接产生矛盾的只有乔治夫妇。最后一点，乔治夫妇家中也刚好有打印机，乔治电脑中也有信件内容所使用的字体。经过短短4个小时的辩论，陪审团一致认为乔治罪名成立，被判死刑。2年后被改为无期监禁，直到今年73岁的乔治依然还在监狱中服刑。在监狱中，乔治依旧表现得非常孤僻，只是经常会投诉自己狱友太吵了。对于佩吉一家，家里其他人在药物的治疗下逐渐恢复了健康。乔治这起案件让小渊我想起之前做的一起案件，凶手同样是门萨国际组织的成员，同样自称智商爆表。不同的是，一个是用重金属铊毒害自己邻居，一个是用尼古丁毒害自己妻子。如果大家感兴趣，可以去前面翻下我的视频。可无论他们智商再怎么爆表，总有一天他们都会被戴上手铐走进监狱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来讲个非常特别的案件，在短短5年时间里，案件经历3次一审，2次发回重审，当事人4次被判死缓，直到案发23年后才迎来最终判决。长达23年生不如死般的折磨，让一个曾经不畏生死的退伍军人无数次以痛哭面对不幸。故事还得从中国吉林省的吉林市说起。1995年9月29号这天，当地发生了一件大事儿，一具少女的尸体在双河镇郊外被发现。家属辨认后，她正是失联多日的李颖。当时尸体全身高度腐烂，法医检测后认为有人掐晕死者后将其活埋在沟里，导致死者因为吸入大量泥沙窒息死亡。19岁女孩惨遭杀害埋尸，事情传开后，原本平静的小镇瞬间炸开了锅。村里村外，饭前饭后，大家都会说上几句，凶手真是没人性。聊起这件事的人，就包括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金哲红，因为对他来说，这件事情似乎有点特别的缘分，因为尸体发现点就在当初他父亲出车祸去世的地方，但他不知道更巧的事情还在后面。根据资料，金哲红原本是一位军人，退伍后进入棉纺厂工作，因为行业周期的影响，他暂时离开了厂里，在双河镇开了一家食杂店和狗肉馆，生意还算不错，成为了村里颇有名气的小老板。
为了方便，他从熟人手里买了一辆摩托车，主要用于平时店里的采购和送货。但空车时也会顺便载客赚点小钱。遇到不熟的人，按照路程算价钱；遇到熟的人，则经常免单或打折。村里村外对他的评价非常不错。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，总喜欢为人民服务。但也正是因为如此，附近一些摩托车司机对金哲红颇有不满，认为他越界抢别人的生意。1996年2月15号，也就是李颖遇害的4个多月后，原本外出的金哲红突然遇到了一群警察，还没开口询问缘由，他就被戴上手铐送进了警局。临走前，金哲红告诉妻子不用担心，自己很快就会回来。看到丈夫突然被一群警员带走，妻子有点不知所措。直到走进审讯室后，金哲红才被告知他涉嫌一起谋杀案，死者就是前文中的女孩李颖。听到这话，金哲红马上大喊自己没杀人，还说自己当过兵，不可能会干这种事儿。可不管他怎么说，警员依旧不为所动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负责审问的警员不断向金哲红强调这句话，但金哲红始终坚称自己没杀人，自己只见过死者一次，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根本不认识他。可金哲红越激动，警员就认为他的嫌疑越大。为了让嫌犯低头认错，审问他的几名警员绞尽脑汁折磨他，拳打脚踢都只能算开胃小菜。几名警员把他用绳子绑起来，然后像烤肉那样架在半空中。看到金哲红还不松口，就用麻绳系在他的阴茎上反复拉扯。获悉哥哥被捕的消息后，金哲红的弟弟马上赶到警局询问情况。当看到哥哥走进接待室时的模样，他非常震惊。哥哥整个人鼻青脸肿，表情呆滞，似乎刚刚死里逃生。即使如此，金哲红依然坚定地说道：“我没有杀人，救我出去。”对于哥哥的为人，弟弟是看在眼里。早前当过兵，退伍后就经常打工，有空时喜欢弹吉他、练书法，从来没有任何不良嗜好。案发时一直在村里经营着小生意，生活变得越来越好，怎么可能会杀人？回去之后，弟弟马上把事情告诉亲朋好友，把大家凑在一起想办法。按照警方的调查，1995年9月10号傍晚，金哲红骑车送受害者李颖到双河镇，在中途强迫对方和自己发生性关系。一番威逼利诱后，死者被载到郊外某条铁路附近，在那里两人发生了关系。事后，死者提出索要钱财的要求，但遭到金哲红拒绝。李颖以报警为由想要挟，害怕事情败露的金哲红就将他活活掐死，然后将尸体拖到附近树林的排水沟内掩埋，最后逃车逃离现场。这些调查结果跟警方的审讯笔录大致相同，笔录上还有金哲红按压的手印以及他的签名。可在第一次庭审时，金哲红改变了自己的口供，他说自己确实见过死者，但只是为坐摩托车的事情讲了几句价。死者因为觉得价格偏高没有坐车，自己也从来没杀人。同时，金哲红还补充说，在晚上7点钟时，自己和妻子来到双河镇母亲的住所，一起看望去世父亲的坟墓。获悉杀人凶手是金哲红的消息后，死者的家人非常意外。两家人从未有过交集，凶手是有家室的小老板，还当过兵，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呢？双河镇警方之所以认为金哲红是凶手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证人。这3个证人是双河镇的摩托车司机，其中一人说自己亲眼看到死者走进树丛，然后金哲红跟了过去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回来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对于死者衣着的描述，这3位证人的描述存在明显差异。可警方认为，同样的衣着打扮，在不同时间和不同角度看，可能不完全一样。证人的描述有差异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而且，双河镇警方表示，所有的案件细节都是金哲红在审讯时主动交代的。法庭之上，金哲红直接表示，当时几名警员对他严刑逼供，自己是实在受不了折磨，才会被屈打成招。他之所以会说出几个作案地点，完全是因为被折磨的不省人事。他还表示自己和其中一个证人发生过矛盾，因为对方来店里吃完饭后不给钱，自己用摩托载客时经常不会向熟人收钱，或者给客人打折。
不认识的人5块钱的路程可能只收3块。长久以往后，这样的要价行为让自己和附近摩托车司机的关系变得紧张。除此之外，金哲红的2个邻居也出庭作证，证实在案发时遇到金哲红，他不可能有机会作案，除非有分身术。但不知为何，法院并没有采纳他们的证词。最后，吉林市中院作出了一审判决，认为金哲红谋杀罪成立，判他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听到这个结果，金哲红当场就提起了上诉。一般来说，警方在调查刑事案件时，口供是最不可靠的，它只能作为调查的一个切入口，事实究竟如何，还得靠证据说法。在这个案子中，能够和被告人联系起来的客观证据，如精液等等，一样都没有。这表明警方连作案动机都找不到。更让人无奈的是，很多能够证明金哲红无罪的证据都没被重视，法官只相信警方的证人证词，对辩方的证人证词直接忽视。案发2年后的1997年12月1号，上级法院要求吉林中院重审该案。他们要求相关部门弄清几个问题，包括作案动机、作案条件、第一现场和死者遇害具体时间段等等。当看到吉林高院的告知单后，律师非常高兴，因为这些问题表明他的当事人很快就会因为证据不足重获自由。金哲红的家人也如释重负，总算能够洗刷冤屈。可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因为重审并没有改变警方的调查结论，吉林中院最后还是认定金哲红是凶手。判决书最后的结语写得非常简单，本案情节恶劣，后果特别严重，但鉴于本案具体情节，可酌情从轻判处。案发后，指证金哲红的3名摩托车司机全都相继搬到了外地。多年后，央视记者电话联系他们，在被问及是否亲眼看到受害者乘坐金哲红的摩托时，他们都说时隔多年已经不记得了。到底是他们做了伪证，还是当时的调查人员歪曲事实，我们不得而知。1996年3月25号，在金哲红被关入狱的1个多月后，他的母亲不幸去世。金哲红的弟弟告诉记者，在哥哥进监狱后的近半年时间里，母亲寝食难安，直到死去那天都没听到沉冤昭雪的消息。母亲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，一定要把你弟弟救回来。在监狱里的金哲红也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。判决下来后，金哲红的家人从未放弃申诉。在哥哥被捕后半年，弟弟金哲松放下手头所有事情，开始一心为该案奔波。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，他没有外出工作，一直没有经济收入，一家3口只靠妻子在苦苦支撑。在这样的窘迫和消耗中，金哲松向妻子提出了离婚。签字那天，他面无表情，直到与妻子分开后，才找到了一个角落，放声大哭。差旅费、律师费、抚养费，每一天都有需要用到钱的地方。因为存款所剩无几，金哲松被迫前往韩国打工，每天最少工作在12个小时。糖尿病、高血压等各种疾病一直摧残着他瘦弱的身体。可这些痛苦和劳累都不是他最害怕的东西，他最怕的是去监狱和哥哥相见。每一次说出等消息这3个字时，他心里都无比痛苦。一直为金哲红申诉奔波的大姐夫和二哥，后面也不幸相继去世。金哲松告诉记者，自己和哥哥是双胞胎，哥哥的人生毁了，我的也跟着毁了。金哲红的含冤入狱，带走的不仅仅是他的自由，还有金家3代人的希望。在金哲红被关押期间，有医生为其做过身体检查，发现他身体有多处伤痕，甚至无法正常独立走路。可在入狱之前，金哲红还是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人，为自家生意到处奔波，身体上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疾病和残疾。监狱里的他，每每看到社会上冤案被平反的新闻，他都激动不已。即使那个被沉冤昭雪的人不是自己，但激动过后就只剩下痛苦。在监狱里无依无靠的他，发泄痛苦的唯一方式只有痛哭。我是冤枉的，这句话金哲红不知道说了多少遍，有很多人相信他，但相关部门就是没人回应。
被警方带走时，金哲宏的儿子金永兴刚过完2岁生日。在丈夫被关后，金哲宏的妻子独自抚养了他12年，最后在金哲宏家人的劝解下，才重新组建新家庭。在巨大的打击下，儿子努力完成了学业，成为了一名大学生。在成长过程中，父爱的缺失、同龄人的非议，让他养成了坚强的性格。在叔叔和姑姑去韩国打工后，他接过了为父亲伸冤的任务。从出生到长大成人，金永兴对父亲的印象只有短短的100分钟，而且这些时间全都是两人在监狱会面时拼凑的。每次见面，父子两人除了基本的寒暄外，就只剩下申诉的进展。从1995年警方发现尸体到2000年，短短5年时间，案件经历了3次一审，2次发回重审。在这5次审判中，金哲宏4次被判死缓。在律师和亲朋好友的努力下，案发19年后的2014年，金哲宏一案引起某家官方媒体的关注。相关报道被发在报刊上后，马上引起了舆论风暴。绝望大于期望的金哲宏有点意外，到发出的当天，吉林省人民高级法院就作出回应，承诺会在第一时间复查，一时激起千层浪。这份报道让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到该案。央视记者曾专门来到永吉县警局，试图询问当年案件的调查过程，但对方表示采访需要经过上级部门同意。随后，记者来到吉林市警局，希望能针对此案做一次采访，但当局的回复非常让人暖心，寥寥数语就减轻了记者和摄影师的工作负担。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面前，这种万分谨慎的态度确实让人非常暖心。2018年5月6号，金哲宏收到了吉林高院的再审通知。这个通知，金哲宏足足等了23年。6个月后，因为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吉林高院撤销了原审判决，判处金哲宏无罪释放。1年后的2019年6月，金哲宏申请了2132万元人民币的国家赔偿，并要求相关机构公开赔礼道歉，还自己一个彻彻底底的清白。根据后来的消息，金哲宏获赔的赔偿是468万元人民币，相当于期望值的1/5。这个数字看起来似乎是一笔巨款，但相比较于当事人的遭遇，可以说九牛一毛。原本人生最好的23年光阴，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最终却落得家庭破裂、疾病缠身。医生表示，按照金哲宏目前的身体状况，能活多久都是天注定。金哲宏的一位老战友表示，当年在部队时，金哲宏性格开朗，能歌善舞，因为表现优秀，还屡屡受到重视。退役后还做起了小生意，一家人日子过得蒸蒸日上。可却因为一项莫须有的罪名被彻底改变。当年那个充满希望的金哲宏，如今却被折磨得不成人样，试问谁听了不落泪？在监狱的23年时间里，有人劝过金哲宏，就算人真的不是你杀的，但只要你认罪并好好改造，那或许能争取到减刑，早日获取自由。可自始至终，金哲宏都没有这样做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清白的。在监狱里，他努力争取机会学习和思考，努力不让牢狱之灾让自己和社会脱节，甚至还用亲朋好友凑钱买的吉他写了好几首歌。离开监狱前，他还把吉他送给了狱友。他告诉记者，监狱里面的东西不会带出来。出狱之后的金哲宏不怕和自己的同辈人相见，但很害怕见晚辈。他觉得自己的事情给他们带来太多委屈。获悉前夫终于无罪释放后，前妻给他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里，当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时，前妻马上哭了出来。和妻子通话时，金哲宏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对不起。世界就是这么荒诞，不应该说对不起的人一直在说对不起，应该说对不起的人却悄悄躲在某个角落，生怕被镜头拍到。有位韩国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要沦落到靠媒体伸张正义，那他们是幸运的，但同时也是不幸的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故事发生在中国浙江省的温岭市。2013年10月25日，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还是像往常那样人来人往。其中一个名为王云杰的医生再次见到他那位让他抓狂的病人。在这几个月，两人已经见了几十次，一次又一次的检查结果显示，该男子身体很正常，但男子始终坚称自己有病，一直要求医院给他做手术。王云杰觉得非常头疼，大哥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，你全身上下一点毛病都没有，我们怎么给你做手术？当天早上，男子再次来到医院，但这一次他的神情明显不同以往。走进某个科室后，他把手伸进怀里，拿出一把锤子。王云杰还没来得及询问缘由，就被惨遭挥打。不出意外，医院很快响起了尖叫声和警笛声。这起袭医事件中，3名医生受伤，其中1人当场被刺身亡。惨不忍睹的现场引起众多民众围观，谁也想不到医院居然会发生如此骇人的惨案。根据资料，制造这起惨案的男子是个名叫连恩清的男子，当时33岁。他会在医院犯下如此恶行的原因，还得从1年前说起。2013年3月，被鼻炎折磨了近10年的连恩清，在温岭市人民医院做了鼻甲切除手术。主刀医生是蔡朝阳，因为手术简单，连恩清很快就下了手术台。他本以为自此以后就能彻底摆脱鼻炎，可没过多久，他就感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舒服。咨询医生后，他被告知这是手术后的正常反应，等伤口完全愈合就好了。连恩清相信医生的话，回家安心养伤。可没想到，时间过得越久，他的鼻子就越难受，并且头部、胸部、咽喉等地方陆续开始出现疼痛感。这种痛苦，连恩清实在是一刻也忍不了。他直接回到医院，要求医生重新检查，重新进行手术。主刀医生蔡朝阳觉得非常奇怪，因为病人各项检测指标都很正常，也许是心理作用，过2天就好了。连恩清被劝说回去等着，可几天后他发现症状没有减轻，反而还越来越严重。连恩清觉得自己变成这个样子已经属于医疗事故，但医生表示这不可能是医疗事故，切除鼻甲这种小手术很常见也很普通。为了说服连恩清，蔡朝阳让同事给连恩清做了 CT 检查，还让同事王云杰帮忙协调。从扫描结果上来看，的确没有任何问题，因此蔡医生拒绝了连恩清的要求，也没给他开药。他觉得自己的做法非常合理，但在连恩清看来，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。怒气上头的他找到医院领导告状，管理人员了解情况后也很无奈。从 CT 结果上看，确实没异常，但考虑到病人的情绪，医院领导特地安排了一场专家会诊。看了检查结果之后，参加会诊的专家一脸疑惑，片子都显示没问题，为何还召集这么多人开会？这不是耽误其他真正有需要的病患吗？虽然很不情愿，但连恩清只能打道回府。冥思苦想后，他认为那个叫蔡朝阳的医生肯定是在忽悠自己，那些所谓的专家肯定是事先打好招呼，一起组团忽悠别人。为了坐实医院的欺诈行为，他先后去了多家不同的医院检查，但所有医生都表示没有任何问题。相同的答复让连恩清气急败坏，我自己的鼻子有没有问题我还不知道吗？可是不管拜访多少医院，见过多少专家，就是没医生愿意相信连恩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觉得症状越来越严重，经常头痛欲裂，无法入睡。后来连恩清突发奇想，用圆珠笔的笔帽堵住了一边的鼻孔，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笔帽插进去后不到10秒钟，他就发现症状被大大缓解。一个圆珠笔笔帽就能解决的问题，这么多医院为何却解决不了？他冥思苦想，几天后终于豁然开朗。连恩清判定 CT 科室的医生肯定拍了一套假 CT， 为了维护共同利益，所有医院都以这套假 CT 为准，一次假，次次假，这就是连恩清眼里的医疗黑幕。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自己的名字和婚姻状态被弄错。在此后的几个月里，他不辞疲惫地找医院跑着要说法，实在顶不住的蔡朝阳医生就让同事王云杰医生帮忙协调。可不管王云杰把结论重复多少遍，两人的争执就是没停过。受到鼻子症状的影响，连恩清变得越来越容易暴躁，一言不合就开骂。家人也十分无奈，检查越正常，连恩清就越反常。父母和妹妹都理解他，因为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，连恩清因为鼻炎经常鼻塞和流鼻涕，可以说是生不如死。
有时候为了缓解哥哥的症状，吃饭时妹妹会偷偷把安眠药加在饭里，以此帮哥哥入眠。为了缓解手术后加重的症状，连恩清整天在鼻子里塞个圆珠笔帽，最后无奈的家人只能把他送到上海精神病院治疗。医生认为连恩清患上了妄想症，除非能在心理上成功开导，否则只能靠吃药住院，都是治标不治本。家人的无理操作让连恩清的情绪被火上浇油，老子是鼻子有问题，不是脑子有问题。他觉得这群医生都是一个德行，为了隐瞒自己的错误，不惜一起同流合污。为了报复这群医生，他假装配合治疗，几个月之后似乎恢复成了正常。周围人都非常欣慰，可谁也不知道，此时一个惊天计划已经在连恩清心里埋藏了很久。出院之后，连恩清列了个报复名单。他作案当天第一个遭殃的是王云杰医生。当时王云杰并不直接参与诊治，只是帮同事从中协调。可最无辜的他却不幸惨遭毒手。当时连恩清用锤子朝他的头部狠狠敲了3下，用力之大，以至于锤子的末柄都断成2截。第一波袭击发生后，王云杰刚想逃走，就被连恩清追了上来，后面被连刺数刀。不但如此，连恩清还阻止旁人对伤者的救护。现场其中一名男医生就是因此也被刺伤，带着沾满血迹的凶器，连恩清来到蔡朝阳医生的诊室门口，所幸蔡医生及时锁住房门，才逃过一劫。打不开房门的连恩清就气急败坏地来到1楼，目标是放射科 CT 室的林海勇。一推门进去，他就朝一名医生连捅3刀，捅完后才发现对方不是林海勇。后来在保安和警员的共同努力下，连恩清才被成功控制。几名伤者中，王云杰医生因为抢救无效不幸去世。这一年他刚刚45岁，在学术和职业上前途可期。可因为连恩清，他的人生戛然而止。王云杰遇害的第2天，就是他女儿的18岁生日。身为父亲的王云杰已经答应女儿要送上一份成人礼，可谁也想不到，命运竟然如此残酷。2013年10月31日，殡仪馆为王云杰举行了追悼会。原本只能容纳500人的大堂里，迎来了1000多名追悼者。追悼的人群中，哭得最伤心的就是王云杰的女儿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成人礼收到的礼物，居然是父亲的死亡通知书。除了家属之外，来到追悼会的还有大批医护人员。他们不光是为王云杰的死亡流泪，也同样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流泪。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医生，他们付出了异于常人的努力，可换来的却是担心被暴徒杀死的恐惧。逮捕连恩清之后，警方搜查了他的住所，在墙壁上写着2个名字，分别是王云杰医生和林海勇。2个名字旁边都有个死字。连恩清交代，这2行字是他在7月30日写的。那天自己又去医院求医生给自己看病，但得到的答案依然和上次一样，你都没病，还做什么手术？墙壁上的证据证明了连恩清是蓄意谋杀。在法庭上，他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法官，认罪但不认错，甚至还觉得自己是侠客，帮众人揭开了医疗黑幕。后来接受采访时，连恩清透露，当时专家会诊结束后，自己充满期待，含情脉脉地握着浙大某院一位专家的手，嘱咐他一定要救救自己。可这位专家却问了几个非常奇怪的问题：你游泳吗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你结婚了吗？一听到这些话，自己就感觉被浇了一盆冷水。我现在在求你救我的命，你却问我这些问题。按照流程，法庭上检察官公布了多项证据，包括诊断报告、手术记录等等。文件记录现实，各项费用符合标准，根本没有所谓的黑幕。面对这些铁证，连恩清的辩护律师想从精神问题入手，争取减刑。可他没想到，自己的好心却遇了个猪队友。连恩清直接否认了自己的精神问题。第三方的鉴定结果显示，连恩清患有疑病症。在作案时，他意识非常清醒，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何种后果。很快，浙江省台州市中院就认定嫌犯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，情节特别严重，适用死刑。对于这个判决，连恩清非常不服气，当场就提出了上诉。2014年4月，浙江省高院召开的2审维持了原判。直到这时，这起刮起舆论风暴的医患纠纷才被盖上最后一页。执行死刑前，央视记者采访了连恩清。
整个采访中，他表现得十分冷静，言语中他强调最多的就是医院存在黑幕。连恩清说自己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要让和自己有相同遭遇的人得到应有的重视。在他的告别信中有这样几句话：死刑不但可以解决我鼻部疾病难以忍受的折磨，也能洗刷我看病就医所带来的莫大耻辱，它是最好最完美的方式。死刑无可畏惧，除了藐视，只有期待和荣耀。可连恩清不知道，他写的越是义愤填膺，他的亲人就越是痛心无奈。平心而论，杀人这种藐视生命的行为肯定是不对的，尤其是连恩清这种激进的行为，在断送他人无辜生命的同时，也断送了自己的前途。但纵观整件事情，如果我们只站在某一方角度，单独去批判对错，也显得不公平。连恩清这种走极端的例子，实际上并不是个例。南方周末记者发现，在空鼻症的社交媒体群里，和连恩清做过相同手术的很多网友，也就是切除鼻甲后，90%的人都有高度相似的后遗症。此前，一位名叫张瑞的年轻姑娘也是深受鼻炎的烦恼，鼻塞、流涕、呼吸不畅、高频率打喷嚏，这些都是家常便饭。2016年8月，她用百度搜索引擎找到当时页面排名第1的某家医院，然后做了一系列治疗鼻炎的小手术，本以为就此能摆脱鼻炎，不料却引发了精神问题，以至于最后跳楼自杀。最令人唏嘘的是，张瑞治疗鼻炎的目的本是为了以更好的状态和相恋6年的男友结婚，不料却跳向了地狱。对于连恩清手术之后的症状，很多民众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做空鼻症，指鼻炎患者在做了切除鼻甲手术后开始出现的身体异常，但从医学检查结果来看，一直都显示很正常。医学界对空鼻症的研究也很模糊，大部分人认为这就是一种精神病，遇到连恩清这种比较偏激的，就极其容易发生医患惨案。南方周末的记者发现，很多医院都有创收指标这个潜规则，这些指标被分解到科室后，科室再分解到医生，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没完成任务，医生只能靠多给病人做手术，最终就导致过度医疗。当时治疗鼻炎的普遍办法就是切除鼻甲，这种手术风险低，可操作性高，受众度广，很多中小医院都能做，自然就成了很多医院重要的创收渠道。在连恩清案件发生后，很多医院紧急叫停了这种手术，但由于涉及庞大利益及学科形象，几乎整个学界都是避而不谈。连恩清的妹妹告诉记者，哥哥曾多次向自己抱怨过就医过程中医生的冷漠，很多医生甚至不愿意听病人的讲述。但平心而论，与其说是医生冷漠，倒不如说是医疗机制的缺陷。每个医生不可能只负责一个病人，也不是只有出诊这一项工作内容，查房、写病历、做手术等等，每一项都是周而复始的任务。对很多医生来说，他们希望能在最短时间内了解患者的诉求，并把自己的意见反馈给患者。所以大部分时候，很多医生并不是冷漠，而是不愿意多次重复相同的内容。一边是极度害怕偏执病人的医疗工作者，一边是深受症状困扰的病人，一边是很难被改变的系统制度问题，一边呢是医学界避而不谈的医学难题。每一对矛与盾都考验着大家的智慧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